他们都会选有管理的这种比较。汽车驶进印尼首都雅加达近郊这处豪宅区，大门内的世界安静低调，却曾经藏匿不为人知的犯罪现场。这边就是我们去年3月的时候，在这边查获一个电信诈骗的机房，有台湾人跟大陆人，总共有大概24个人被查获。去年3月中的时候，在这边这个民宅，就是我现在右手边这一栋，曾经兴风作浪的贼窟，竟重新出售成为民宅，顾虑屋主隐私，不便过度拍摄，但仍可看出独门独栋最适合群居犯案，避人耳目。相较国内诈骗机房，多设在简陋狭小的房舍，这里偏好低调的奢华。他们都会选择在这种有管理的高级住宅区里面，有警卫去防守，一般人不能接近，警察也不好进来搜证的地方。那像你看这个社区本身没有什么外人，所以一旦如果说有警察来这边监控或什么，都很容易被发现，集团很容易掌握。电信网络诈欺恐吓、毒品枪支走私是海外犯罪最大宗。过去不法分子主要前往中国串谋勾当，但自从两岸公权力加强查缉后，宵小也开始新南向。在这边生活也很容易处理各种食衣住行，然后各种当地的一些黑帮会跟他们做协助。那本身华人的面孔在东南亚也比较不会那么明显，他们在当地是非常的隐蔽。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情就要处理，我们了解一下当地的舆情，所以每天都要注意印尼警察总部发布的新闻。如果有台湾人涉案的话，我们也就要从中来了解相关的讯息，第一时间做处理。2022年派驻印尼，张基明先前在马来西亚、新加坡驻点执勤，虽是2线3星正宗刑警，但平时办公却西装笔挺，没穿制服，因为这里是别人地盘。实际的调查行动都会由当地的警方来着手进行。我们警察联络官在当地，我们不是一个执法人员，所以我们主要的角色还是在于情资讯息的传递。那我们国内还是有侦查单位在做案件的侦查，所以国内的侦查配合国外的现地的执法，才是一个跨国打击犯罪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模式。Direktorat Reserse Kriminal Khusus atau Ditreskrimsus Polda Metro Jaya berhasil mengungkap dan mengamankan pelaku penipuan elektronik atau pencurian data elektronik pada 11 dan 12 November 2021 di 3 tempat kejadian perkara yang berbeda di wilayah DKI Jakarta, khususnya Jakarta Barat. 2021年，台印警方联手破获一起跨国诈骗案，当时就是由印尼警方破门逮人，台湾方面提供情资。成功将多达48名中国籍、越南籍嫌犯绳之以法。当然，台湾这边在犯罪资料、在入出境的情资，以及在我们对我们国人犯罪集团的了解会比较深刻。那当地警方的特长就在于当地的在跟监搜证，或者说在人力的配置上会比我们充裕，所以这个需要2方面同时的配合。尽管国家之间互设驻地警官，已经是国际打击犯罪合作共识。但实际推动业务能顺利到什么程度，也跟一般外交工作一样，要看平时怎么把干净。像在印尼这边，除了警察总部之外，那我们在跟印尼的移民总局、印尼的缉毒署、印尼的海关，或者是说印尼的保护知识产权大队都有在合作。那这边的话，因为有其他国家派驻印尼的执法人员，所以我们也常常跟加拿大、美国、澳洲、纽西兰这些外国执法人有经常的定期的聚会。Selamat sore Pak, saya Mr. Jim. Ya, long time no see. Saya di Guangdong. Ya. Just like that, I want to have a case to discuss with you and. 人在国内专心办案，到了国外，张基明反而化身最佳公关业务员，四处交际，啪啪走，手机更是密密麻麻，都是警务相关联络人。哇，这么多，这样算少了，这样算少了。这还只是应警，还有移民，还有缉毒，还有海关，
还有其他的印尼的其他的东西。那你有算过全部加起来多少人？我在马来西亚，我记得最后因为我那4年半，可能上千了。对，那真正的很需要平常就随时保持高度交际的，至少要100个左右。对我们来讲，我们的工作就是尽量跟他们的交往要密切，那互相要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对方。那他们有时候人事也会很快的去更换不同单位的主管，或是承办人去调动，我们也都要重新再投入相同的资源去做一些交际或者说补件。平时互动热络，一旦发生案件，就能发挥默契，迅速破案。而台湾经验也给其他国家的执法机关带来启发。新加坡是在差不多2016年的前后开始陆陆续续发生电信诈骗，那早期是几乎没有。那后来我们合作侦破几个案件，那近期他们也成立一个反诈骗中心，非常类似台湾的1665中心，所以这部分台湾是可以把反诈骗的一个经验输出到国外的。快速穿梭雅加达街头，多年驻点跑摊下来，张基敏练就一双好腿力。国际犯罪日益猖狂，世界各角落还有许许多多执法人员像他一样为正义奔走，脚步不曾停歇。